这种场景感觉是在梦里面才会见到的。你只有一个人，边上有500万只蜜蜂在倾尽全力攻击你，而你不能动，你只能想办法慢慢的把一块一块的蜂蜜给降下来。我们现在云南临昌，这里的蜜蜂可不是家养的，它叫做黑大蜜蜂，比正常蜜蜂大3倍，毒性非常的强。我们等一会就准备好了各种防护的东西，来带你看看他们的故事。那这次非常感谢凯迪士 AI 智能门锁，他们的 i60 Ultra 支持了这期节目，我们和他们一拍即合。我们来吧，我不能再说，我必须得把防护带上。我们来看看吧，人和蜜蜂的故事就此开始。咬我，太恐怖了。你有被蜜蜂蛰过吗？如果说你被蛰过，你大概率应该非常怕它。如果你觉得自己胆子很大，不怕蜜蜂，你可以把耳机戴上。我们录了一段具有攻击性的蜜蜂在身边绕着你飞过的声音，你听听看，会不会有一种汗毛直立、想缩脖子的感觉？那么接下来，请你试着想象一下，把这种恐惧感放大10倍甚至100倍，会是什么样的？而这就是悬崖采蜜人在现场一直会听到的声音。你看，想象这个采蜜人就在这个岩壁上面采这个蜜，这个蜂巢大的有点难以置信，这太大了，就是你看像2辆汽车停在悬崖上一样。去看看，采蜜工作一般分为上下2部分，负责割下蜂巢的张师傅已经提前出发，从另一条路爬上悬崖，所以我们首先见到的是在崖底负责接应他的搭档李师傅。所以李师傅，你被蛰过吗？随时被蛰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一听蛰40-50下。40-50下？对。那你晚上不会中毒吗？不会的。我被马蜂咬过，马蜂咬了我12下最多的，一般人的话咬几下就要去医院，已经不行了。对，1下到2下都送医院，那天我咬了12下。你被咬了12下，你没事，你没死？哎，没事的。你太牛了。那玩笑归玩笑，蜂毒其实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过敏反应，还是非常危险的。同行的向导大凯告诉我们，除了硬扛，他们其实还是会找一些办法来保护自己的，比如用杂草点燃的烟雾，目的就是为了压制蜂群，让蜜蜂尽可能离开蜂巢，来减少对应的攻击性。这个篮子现在在往上拉上去以后，我们上面的大哥就要开始割这个蜂巢了，然后最疯狂的阶段就要来了。现在已经有无数的蜜蜂在绕着我们，想要攻击我们了，就是我很难想象等一会是什么样的。我觉得只有一首歌，我相信你和我想的一定是同一首曲子，叫做《野蜂飞舞》。我们来吧。它扎在我手里，你看，它扎在我手里，其实它肠子也被扯出来了，就是它现在还在我手上被我抓住了，但是，这个疼痛感我怎么跟你描述，各位？像是护士给你扎针的时候没有扎准，扎了第3次的感觉，我可以跟你这么描述，就我觉得我可以忍受，它没有江浙的蜜蜂咬起来这么疼。我为什么在跟你评测一个蜜蜂扎人的感觉啊？但是如果被扎50下，我现在应该已经在医院里了。你看，它走不掉了，它的肠子还连着，这个有点恐怖。那光是等篮子下来的这几分钟，我就已经被蛰了3-4次，我的后背还有头顶真的都是火辣辣的疼，一点都不夸张。那我想这时候你也会很好奇，这个蜂蜜到底是好吃到了什么程度，冒着100%被蛰的风险，都要吃上一口呢？我很想给你在太阳下面照一下，你看，刚采出来的蜜是这样的，晶莹剔透的，不停地滴出蜜，就你很难想象这么小的生物能够造出这么规整的结构，这个太震撼了。所以虽然边上很多蜜蜂等着咬我，但是我也打算咬一口。好香，各位，就是我必须得形容一下，这个香味真的有点难以置信的香，就非常之香。让我尝一口哈。好甜，仔细讲，我觉得我胆子还挺肥的。你这比人家中门对狙还夸张。你看，所有蜜蜂都过来，他们也很想吃，我和你们一起吃哈，不要急。哇，就里面都是花粉，但它不同的区块还有不同的味道，有的地方是有点酸味的花粉，有的地方是甜甜的。你看这个蜜，什么叫玉露琼浆？哇，太甜了，我都不想浪费它。不是嘴特别刁的人，我相信你也能尝得出这种差别，真的很明显，比百事和可口可乐的差别还要大很多。不过我在这个悬崖底下吃着吧，确实会有点不太好意思。
不仅是因为采蜜师傅的辛苦，还因为对于这群蜜蜂来说，蜂蜜的诞生同样也很不容易。你看我手里这块蜂巢，一半是花粉，一半是蜜，就会让很多人以为蜜蜂是把花粉给搓成了蜂蜜，对吧？那实际上并不是的。蜜蜂钻进不同的花里，吸的其实是底部的液态花蜜，储存到蜜囊之后，带回去交给同伴，通过嘴对嘴千百次的反吐交接，才让花蜜的蔗糖被蜜蜂分解成能够吸收的单糖，再借助整个蜂群的不停的振翅，抽干水分，最终让这些花蜜变成了蜂蜜。那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每次取蜜都会留下一部分蜂巢给剩下的蜜蜂当口粮，并不会赶尽杀绝。那不同的花也会带来不同的颜色和味道。如果你去到尼泊尔或者西藏的高海拔区，黑大蜜蜂甚至会采集有毒的高山杜鹃，酿出能够直接吃了见小人的致幻型蜂蜜，那吸引那边的采蜜人用更加没有保护、更加危险的方式去取这一口奇特的风味。某种程度上是很值得，因为这个每一山每一个悬崖，它的这个周围的环境植被都不一样，不同的季节、不同的海拔，它呈现的风味都是有差异。而我们想要去追寻这一个风味的差异，顺着它的脚步去找，其实也是一种探索。能够上悬崖，能抗住那个蜜蜂蛰，那是普通人做不到的。但做不到，反而是它有它的价值所体现。我觉得我在这个世上能够体现出我的价值来，我很愿意做这个事儿。取下来的蜂蜜只需要简单的过滤就能进行出售。那在云南还在从事悬崖采蜜的，其实不过区区数百人。那比起1公斤100元的经济利益，这项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采蜜习俗，对他们来说，则更像是勇敢者的一种证明。我这种应该是算一个另类，不一定是有人能理解得了。采蜜不一定为了拿到蜂蜜多少，蜂蜜多吧，你让我高兴嘛，其实也不高兴。他是辛勤的去劳作，人类就窃取他的劳动成果呀。所以某种程度上，他的这一个情绪是很复杂，积极的、消极的就相互对冲了，就很难表现出我高兴还是难受，有可能既是高兴又是难受。不过原始的交换正在被打破，互联网电商发现了这里的价值，让悬崖上的蜂巢不再是自然的馈赠，而是变成了可以定期开采的资源。那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尽管人类根本没法控制黑大蜜蜂会飞去哪儿，但这些悬崖却已经被明码标价，提前给承包了。采蜜慢慢从寻觅甜味的乐趣，多了一些为了生计而不得不去冒险的现实考量。一年不过3-4个月的采蜜季，熟练工人差不多能挣5-6万块钱，通过他们的双手得以守护家人的生活。而来到这里的凯迪士智能所，则用另一份科技力量守护着他们的家。搭载万向 AI 智能体的凯迪士 i60 Ultra， 不仅有 AI 生物识别的丝滑解锁与 AI 智能安防的全天候守护，还可以语音唤醒小凯，通过 AI 语音完成基础功能设置，以及询问天气情况。每次在出门前都做好万全准备，实实在在的守护他们每一次的出行。不过悬崖的蜜再好吃，一年的产量也没有多少。作为世界第1大蜂蜜出口国，我们日常超市里那些源源不断的蜂蜜，真正的源头并不在几百米高的悬崖，而是在数千公里之外，一场即将开始的迁徙之中。四川仁寿游牧养蜂人孙师傅的大卡车马上就要发车了。从97年第一次追花开始，孙师傅的迁徙已经持续了30多年。但是今年这趟车开得很急，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并不算好时候，四川连绵的暴雨和异常的回暖打乱了花期。那为了不让100多箱蜜蜂饿肚子，孙师傅只能一脚油门提前转场。这是中国最主流的蜂箱养殖模式。与黑大蜜蜂不同，这里养的全是一种叫做意大利蜂的外来蜂种，它们的出蜜量极高，天气好的时候2-3天就能摇一次蜜，一箱就能出上百斤。但是它们的胃口也特别大，一旦花期对不上的话，几百万只蜜蜂马上就会面临断粮的风险。其实的话，这个雨天啊，在你这个没花没蜜源的时候影响不是很大，但是就是在有蜜源正流蜜的时候，一场大雨的话，就意味着你可能就颗粒无收，这个蜜源的话就采不上蜜了。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嘛，天时地利人和，你是哪一样都不能缺。
老天怎么想，谁也猜不到。所以他们夫妻俩的家当，只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，几块勉强撑起个屋顶的折叠铁皮，一块要熬过无数个黑夜的旧电瓶，一盒杂货箱，堪称极简。但这上百箱、上万斤的蜂箱，光靠他们俩的体力根本来不及搬。他们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喊上几家顺路的蜂农老乡，一起打手帮忙，人多力量大。经过一昼夜的旅途，蜂箱已经到达甘肃庆阳。一下车，你就能够感觉到这里的氛围和四川不一样。这里的春天刚刚到来，满山的油菜、苹果，还有正准备开放的洋槐，正是孙师傅一家连夜奔波都要抢下的原因。你觉得今年这个位置抢的还行吗？还可以。只有说目前看来采油菜的时候没有优势，要差一点。但是采洋槐、采槐花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很好的一个地方。因为一直下面都没风嘛，那个蜜源就飞得广了嘛。结束了长达1000里的疲惫迁徙，那么接下来蜂箱门打开，该轮到这几百万只真正的主角出场，尽情发挥。那白天是他们最活跃的时候，源源不断的蜜蜂从蜂箱口起飞归巢，繁忙的如同一座高速运转的大型机场，永不停歇。他们在空中飞得越疯狂，蜂箱里的蜜就攒得越快。不过当蜜蜂全部出动的时候，养蜂人反而进入了最漫长的驻扎时间。但在这些看似惬意的闲暇背后，却藏着一股淡淡的焦虑。我们一般就是早上起来检查蜜蜂嘛，看蜂王在不在，蜂巢的内巢情况。温度高的话就休息，然后下午又再干活，咋都不好搞。那个油价也涨，运费也涨，价格也低得很嘛。以前养蜂的多的时候有1-20家，现在哎呀那个退休的太多了，改行的太多了，现在就只有我们6-7家在一起了。那节目到这里，养蜂人的生活，我觉得你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。那些曾经浩浩荡荡的追花车队，正在被低迷的行情还有老龄化慢慢淘汰。但是还有一件事让我们会很好奇，除了养蜂的人越来越少，为什么现在连花丛里的蜜蜂也比我们小时候记忆里看到的要变少了？那答案似乎藏在蜂农们的另一份隐藏收入里面。中国现在不像是外国啊，你外国的话，基本上养蜂的大部分收入都靠这个给农作物授粉来获取报酬嘛。因为我们这边内地的这些果园的这些老板啊，他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蜜蜂授粉给他带来的经济收入，还没给，好像他就是不相信这个东西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蜂蜜行情只有10几块1斤的今天，很多游牧蜂农赚钱其实不是全是靠卖蜜，而是靠出租蜜蜂。每到春天，他们会把几百箱蜜蜂明码标价拉到大型的果园里，给果树当授粉的临时工。那作为自然界最强的授粉昆虫，蜜蜂能够给果园带来的不只是果实，还有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效益。蜜蜂授粉呢，如果是蜂量足够的话，那肯定是要比人工授粉好的。人工授粉其实成本也不低的，你比如像我这一块地，光买花粉的钱，一年就可能在3-4千块钱。然后呢，还有人工要来打嘛，这样。但是如果用蜜蜂的话，那种成本要比这个还要低，那个授粉肯定要比人工授出来还要更好。蜂农赚了租金，取到了蜜，果农省了人工，有更好的收益，这听起来简直是一个完美的双赢，对吧？那为什么这个循环没有继续下去呢？走进了果园，汪师傅向我们揭开了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：气候变化。相信你也能感觉到，目前全球的冬天似乎都在变暖。以前会伤害果树的虫卵和细菌，现在可以轻松地熬过冬天。而为了保住1年的收成，果农只能开启一场被动的防御战。但为什么现在感觉果园里很少见到蜜蜂了？现在主要还是农药这个用的多，就对它伤害比较大嘛，对蜜蜂。那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苹果啊，它盛花期的时候，我们为了防治那个褐心病，就要打那个生物制剂的药。
如果我们不打这个药的话，让蜜蜂来授粉的话，那可能后面我们的商品率就非常低，果面啊各方面的就比较差的是这种。蜜蜂正在被一步步挤出现代农业的系统，但作为大自然繁衍能力最强的昆虫之一，蜜蜂这个物种其实是不会消失的。真正面临消失倒计时的其实是养蜂人这个职业，这个曾被外界强加了无数追花逐蜜、浪漫滤镜的古老行当，日后也许会逐渐变成一种小众的乐趣。从南到北，年复一年，这春天的轨迹永远不会停下。只是那些追着花跑的人，正消失在时代的后视镜里，慢慢显露。那最后，非常感谢凯迪士 i60 Ultra AI 智能锁，与我们一同跨越几千公里，和你共同见证人与蜜蜂这份古老的生存契约。基于数十年智能锁行业数据与开源大模型的数千万次训练，凯迪士打造出了这套万向 AI 智能体。在这里，智能锁不再是冰冷的硬件， AI 智能安防结合上下双摄及7红外补光，支持全天候抓拍记录。AI 智能剪辑更能将每日异常画面剪辑为集锦，推送至手机。门外的风吹草动只需要一键，便能了然于心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愿科技的存在能让每一位跋涉在外的劳动者都有底气出发，安心回家。所以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给我们点点小心心，记得关注我们，这么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